有强盗进你家，你打电话报警，警察却说你把卧室和厨房给那个强盗，我在保护你。这个荒诞的故事就发生在如今的乌克兰。格拉西莫夫3宣占领库皮扬斯克，俄军主动撤离赫尔松，平丘克上将被解职，黑海舰队现在无船无司令，欧盟联手印度能源处决俄罗斯。精彩资讯马上开始。1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丢了枚外交核弹。报道引述整8位消息人士的证词，说特朗普政府已向基辅发出最明确的信号，想要美国的安全保障吗？那乌克兰军队必须从顿巴斯全面撤军。称美国的安全保障将以基辅同意和平协议为前提条件。请大家细品这段话背后的冰冷逻辑，这不是要乌克兰放弃已经丢掉的土地，而是要乌军从目前还在浴血奋战、死守不放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剩余地区主动撤离。这完全是在给乌克兰喂毒药。特朗普甚至为了体面，还给这颗毒药包了一层亮晶晶的糖衣。他说，只要乌克兰同意这份协议，美国可以在和平时期提供更多武器来武装乌克兰。大家听明白了吗？这简直是画大饼的最高境界。在战火连天、零下20度的现在，你不给我盾牌抵挡子弹，却跟我谈和平时期的补给，这就像是教一个快要渴死的人先交出身上所有的钱，然后你答应他，等他渴死了之后会送给他一整座矿泉水厂。关于安全保障协议和重建计划，泽连斯基其实早就准备好了。本来他满心欢喜的想在达沃斯论坛上跟特朗普拍板定案，结果两人在密室会谈后，不仅没谈拢，反而换来了一场赤裸裸的勒索。这就是现在乌克兰面临的真实环境。前线有普京的钢铁雨，后方有特朗普的关税大棒和撤军威胁。这场红白脸的大戏演到这里，已经让整个欧洲感到了彻骨的寒意。或许有朋友会说，这只是生意，乌克兰实力不够就得认命。但火力军今天要在这里翻一翻30年前的旧账。大家还记得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吗？当时苏联刚解体，乌克兰可是手握全球第3大核武库的军事强国，是美国和俄罗斯联手施压，软硬兼施，才逼得乌克兰销毁了所有的核弹。当时美国给出的正式承诺是什么？是保障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乌克兰听信了这个承诺，放弃了最后的自保神剑，换来了美国的一张保护承诺。现在30年过去了，特朗普却要用这份原本就是美国欠乌克兰的保障来逼迫乌克兰各地求和。对于这种行为，大家可以将评价留在评论区。而这也是为什么比利时首相巴特·德维福会在达沃斯论坛上发出哀鸣的原因。他说，如果北约团结，普京并不可怕，但普京很清楚，我们现在一点都不团结。截至目前，我们能看到的谈判信息都是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去年8月的阿拉斯加峰会，特朗普和普京肯定达成过某种抽屉协议。虽然那场会谈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现在所有的动作都指向一个目的，即牺牲乌克兰，完成特朗普所谓的北美堡垒大计。看到这儿的朋友可能疑惑，既然特朗普这么亲俄，那为什么最近又传出美国要提供战斧导弹给乌克兰的消息呢？这正是火力军接下来要说的，绝对是今天这场大戏中最精彩的部分。首先，战斧援乌的消息，这次出自基辅邮报。白宫正在跟乌克兰讨论援助陆基版战斧，甚至传出乌克兰前总司令顾问丹艾斯已经跟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密会了。在传闻中，乌克兰想要限量且不公开地拿走这批大杀器，听起来是不是很热血？战斧射程2500公里，可以直接砸进莫斯科的地下掩体。相信这则消息的朋友说这是在向普京施压，促使他回到谈判桌。但火力军今天都担忧在这里泼一盆冷水，我不信这件事是真的，或者说我不信特朗普会让这件事成真。从去年到现在，关于战斧入的新闻炒作了无数次，但每一次只要苗头稍微明显一点，特朗普就会立刻跳出来否认。这明显是在玩一种极其高级的心理战。一方面抛出战斧这个名字，营造出美国还在施压俄罗斯的假象；另一方面，在私底下用撤军和断供来逼乌克兰低头，完全符合特朗普的商人人设，给你一个虚无缥缈的大杀器希望，来换取你手里实实在在的领土控制权。经过战火洗礼的泽连斯基心里其实跟明镜一样，他知道真正能靠得住的只有去年研发成功的火烈鸟和正在路上的国产弹道导弹。特朗普的战斧更像是一场看得到摸不着的海市蜃楼。战场方向，一场关于俄罗斯面子与谎言的荒谬大战正演到最高潮。格拉西莫夫3宣占领库皮扬斯克，俄军败退赫尔松。2026年1月27日，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出现在镜头前，他语气坚定地宣布，俄军已经解放了战略要地库皮扬斯克。这本该是一个震撼国际的大消息，但有趣的是，这已经是这位俄军最高指挥官第3次宣布占领这里了。更让广大网友笑掉大牙的是，站在他旁边的库佐夫列夫中将，那表情简直比参加丧礼还要复杂，因为他心里比谁都清楚，2025年12月，他才刚因为占领库皮扬斯克拿到了普京颁发的勋章，结果没几天就被泽连斯基亲自到访给狠狠打脸。
之后乌军的一个反击还把俄军赶到了市郊。现在这出占领、撤退、再宣布占领的戏码已经演到了第3集。火力军只能说，格拉西莫夫不去好莱坞发展真的太可惜了。俄罗斯的战争逻辑现在已经变成谎言重复1000遍就能变成自欺欺人的真谛，但战场上的子弹可不听你大内宣的那一套。如在库皮扬斯克时，这座战前有26000人的城镇，现在只剩不到600个不愿意离开的居民。而就在格拉西莫夫宣布解放胜利的过去24小时内，乌军第8特种作战团的精锐部队正忙着在市中心进行最后的清道夫作业。他们肃清了市中心的几栋关键建筑，甚至在一家被炸毁的超市遗址中，乌军轻易清除了2名俄军，还顺手抓了2个像惊弓之鸟般的俘虏。在这处战线，乌军已经完成了对市中心核心地带的清理。俄军虽然不断加强 FPV 无人机的骚扰力度，试图掩护他们的溃败并延缓乌军的推进，但奥斯基尔河东岸局势依然被乌克兰死死控制。库皮扬斯克距离哈尔科夫只有2小时车程，这里是俄军几个月冬季攻势唯一的救命稻草。但演到现在，这里却变成了俄军将领公信力的集体坟场。每一次莫斯科宣布占领，都伴随着更沉重的伤亡数据与更滑稽的被打脸现实。这种政治大于军事的瞎指挥，正在把俄罗斯最后的一点精锐部队活活耗死在超市的废墟里。而且这种消耗战的绝望感正从库皮扬斯克蔓延到其他战线，尤其是大家熟悉的红军村方向。俄军现在学聪明了，他们不再搞那种大规模的坦克冲锋，而是改用2到6人一组的小股渗透。虽然这让当地的灰色地带有所扩大，但俄军的推进速度简直慢到让人怀疑人生。为什么？因为现在前线的温度是零下15到20度，在这种足以冻裂钢铁的极寒低温下，俄罗斯的后勤短缺问题彻底爆发了。他们对长时间的城市作战准备明显不足，士兵缺粮，坦克缺油，甚至连取暖的燃料都成了奢望。目前俄军在城市的南部陷入了泥沼，进不去也退不出来。这种消耗性的僵持对乌克兰来说是利用复杂地形与严寒周旋，对俄罗斯来说却是国力在雪地里的慢性自杀。这种战术在现代无人机的俯瞰下简直就是移动的红外线发热靶标。俄军的战术越演越荒谬，这说明他们的正规军事手段已经快要用到枯竭。如果你觉得地面战场已经够让普京头痛了，那南线赫尔松传来的消息绝对会让克里姆林宫的将领们感到一阵心凉。据 RBC 新闻报道，乌克兰南方护卫部队发言人弗拉季斯拉夫·沃格申证实，俄军已经全面撤出了战略要地奥列克西伊夫斯基岛，相关阵地现在空无一人。这不是俄军的战略推进，而是其士气雪崩的直接信号。乌克兰情报部门记录显示，俄军撤军过程极其混乱，目前他们被调往扎波罗热的奥里西夫方向进行重组，但那里同样是一个绞肉机。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调度方式反映出俄军兵力已经捉襟见肘到了极限。当一线士兵开始主动放弃阵地，普京手里的筹码就只剩下大内宣的谎言。提到俄军的集体失能，那个成为国际笑话的黑海舰队这次可能将彻底消失。1月27日，根据阿泰什组织的重磅爆料，黑海舰队现任司令谢尔盖·平丘克上将已经坐稳了被解职的冷板凳。为什么？因为他在防御乌军无人系统攻势面前表现得像个透明人。据统计，仅过去6个月，乌克兰的无人机和无人艇就至少成功袭击了黑海舰队8处核心设施，而且在多起事故中，俄军的探测系统完全失效，值班部队的反应时间竟然延迟了20到40分钟。不出意外，其第一副手海军中将阿赫梅罗夫将接替他成为新司令，而平丘克上将则将成为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黑海舰队第3任司令被解职。火力军来帮大家复习一下黑海舰队的司令走马灯：第一任任奥西波夫，因为旗舰莫斯科号被击沉而下台；第二任索科洛夫，因为登陆舰被炸，甚至传闻在总部被导弹精准点名而消失。现在这位第3任平丘克，虽然试图缩小港口入口来保命，但照样被乌克兰无人系统在港内炸掉了一艘基洛级潜艇。而自开战以来，乌克兰已经摧毁或损坏了黑海舰队1/3的舰艇。现在的黑海舰队已经基本丧失作战能力，连家门口的一片海都守不住。格拉西莫夫竟然还有脸宣布解放内陆城镇。这场战争进行到现在，俄罗斯的海权与陆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同步凋零。而最让莫斯科感到恐惧的，其实是乌克兰那几支方向成谜的增援部队。除了在扎波罗热与红军村方向反击外，外界都在猜测这几万名精锐到底会砸向哪里。如果这支神秘力量出现在库皮扬斯克，那么俄军那场靠谎言堆砌出来的冬季攻势将会在一瞬间彻底崩盘。根据乌总参谋部的最新数据，俄军单日战损人数依旧在1000人以上，这是一个血淋淋的数字。他告诉全世界，乌克兰不打算在领土主权上让步，更不会让俄罗斯利用特朗普的压力去获得军事上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普京在等冬天冻僵乌克兰，但乌克兰却在寒冬里磨砺了反击的长剑。这场关于谁先倒下的耐力赛，俄罗斯手里的沙漏剩下的沙子已经不多了，更何况乌军在无人系统上的战果还远远不止于刚才提到的那些。
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曾在1月26日公布官方数据称，乌军的无人机部队在2025年整年造成了近24万俄军伤亡，并且摧毁了俄军将近82万个各式军事目标。这是一个足以让任何军事专家感到脊背发凉的数据。无人机直接造成了近60%的俄军人员损失，甚至超过80%的俄军重型装备是被无人机精确点名摧毁的。而在已经到来的2026年，乌克兰又计划生产超过700万架无人机，重点打击作战纵深100公里内的所有俄罗斯移动目标。这意味着俄罗斯所谓的后勤补给将会面临一场灭绝式的猎杀。如在1月27日，近100架乌军无人机同步袭击了俄罗斯多个地区，包括克里米亚与乌东俄战区。其中最震撼的战果发生在俄罗斯克拉斯达诺尔，年产能520万吨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遭到精确引爆。大家请注意，这座炼油厂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400公里。而在几天前，乌军无人机还飞到了距离边境500公里的比尔姆，袭击了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核心油库。卫星图像已经证实，这场大火整整燃烧了2天2夜，摧毁了18个储油池，总容量高达21000多立方公尺的燃料化为乌云。值得注意的是，乌军这种持续打击俄能源设施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出现了。莫斯科时报1月26日的重磅报道，俄罗斯最大的私营石油巨头卢克石油已经彻底破防了。该公司正式致函俄罗斯政府寻求财政援助，否则将面临破产命运。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谬？一个曾经靠着石油垄断全球能源命脉的帝国，现在连自家石油公司都养不活了。原因非常简单且残酷，俄罗斯石油价格正在发生史诗级暴跌。据悉，目前俄罗斯乌拉尔原油的售价较国际基准价格竟然打了一个5折，每桶原油的售价仅在33美元左右，这个价格已经低到了俄罗斯的开采与运输成本线。更惨的是，由于北约的制裁和对影子油轮的精确拦截，俄罗斯的运输成本正在呈几何指数飙升，这导致俄罗斯石油公司虽然还在低价抛售，但目的仅仅是为了换取一点点现金流来发工资。有公开数据显示，俄罗斯2025年的石油产量仅为 5.12 亿吨，创下了2009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当一个帝国最强大的提款机开始吐不出钞票时，普京所谓的长期抗战可能就只剩下一张随时会撕碎的空头支票。而在俄罗斯焦头烂额的时候，欧洲各国已经决定对普京进行最后的能源处决。据路透社报道，欧盟理事会已正式批准天然气禁令，这是一张清晰的死刑时间表，即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同年9月30日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虽然亲俄的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还在跳脚抗议，但欧盟已经把罚款条例摆在了桌面上，谁不遵守就罚到你破产。欧洲这是在用行动告诉莫斯科，我们不需要你的能源，这对于本来就低迷的俄罗斯财政来说，是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铁柱。而且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了新德里，印度总理莫迪还送给了欧洲一份超级大礼，双方签署了历史性的贸易协议。印度做出了惊人的让步，将大幅降低 97% 的欧洲进口商品关税。以汽车为例，关税从 110% 直接降到 10%。更绝的是，欧盟与印度还单独签署了新的安全与防卫协议。大家看清楚这个风向了吗？印度正在加速与俄罗斯的战略切割，转向与欧洲进行深度捆绑。这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特朗普带来的压力，更是在对俄罗斯这艘正在沉没的破船进行有序撤离。当普京发现他的导弹工厂只能生产2026年的集齐品，他的海军司令因为守不住港口而频频下课，他的石油巨头因为33美元的油价而申请破产，甚至连印度这个最大的客户都在跟欧洲握手言和时，这场战争的结局其实已经在阿布达比的冷气房之外写得清清楚楚。普京确实在等冬天，但他等来的却是俄罗斯石油帝国的最后一场葬礼。关于印度与欧洲签署防务协议这件事，你觉得这会是俄罗斯在亚洲影响力崩盘的起点吗？或者是你认为普京手里还藏着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毁灭性筹码？欢迎在评论区大声讨论。如果你喜欢火力军的分析，记得订阅、点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你的支持就是火力军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